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波鸿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的情感作家苏秦老师，欢迎苏老师。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来吧，接下来就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吧，了解一下今天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唱歌的时候真的挺帅的，但是觉得他帅的人不止我一个。我就是喜欢唱歌，很单纯的享受唱歌，为什么他总是误解我呢？我其实一直挺支持他唱歌的，可是他的表现却一再让我失望。他总说让我改变性格，你说性格能说变就变吗？再这样下去，别说一起去南方了，就连能不能一起走下去我都不知道。我觉得我已经足够坦诚了，可他还总是不相信我，他真是太敏感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张23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有请小张。小王23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来有请小王，有请。欢迎两位啊，大学同学是吧？对，一个学校的。是因为歌声而结缘的是吧？对，晚会上我是跳舞的节目，然后他是唱歌的节目。哦。然后有一次我就出去逛街，然后就偶然看到他在外面街头卖唱，然后就觉得你不要说这么，就在街头唱歌是吧？啊。然后呢？兼职流浪歌手啊。然后我就觉得他唱了一首他自己的歌，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创作能力的人，然后就挺喜欢，然后就从微博的私信上找到他，就想跟他要一下那个歌的录音。哦，要歌是吧？没想到要来一段爱情，唱两句吧。什么歌？我看一下就把姑娘给拿住了。那我就随便唱两句吧。唱两句，唱两句。哦，偷偷的爱着你，却不敢告诉你，因为我知道我给不了你要的东西。我只能偷偷看着你，却不敢告诉你，总是没勇气，总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对，很招女生喜欢啊，就是这么一首歌是吧？啊，那在微博上谁追的谁呀？他追的我。我觉得他跟别的女生不太一样，就是别的女生看见我唱歌，总是想让我唱他们喜欢的歌，或者是别人的歌，但只有他是想听我唱我自己写的歌，对我自己的创作很感兴趣，也算一小粉丝是这意思吧？或者叫小迷妹是吧？对。行了，迷妹就变成恋人了是吧？这就不一样了。刚开始在一块儿觉得也挺不错的，然后慢慢发现他脾气有点太暴躁了，有点控制不了他的情绪。你是你控制不了他，还是他控制不了情绪？我驾驭不了他，我觉得。脾气有多暴啊？就有一次在高铁上，然后有一个小孩，他可能是有点不舒服，就在那儿大吵大闹。他就一听了就来气了，然后就当着全车厢人的面一起就大声的喊了一句说：“这谁家小孩能不能管管？”啊！然后我也没见过他这样啊，我就赶紧安抚一下他，让他就坐下吧，说，然后抱抱他说：“哎，没事，咱马上就快到站了，就忍一会儿吧。”就这样。结果没想到他听我说完这些话，他就更生气了。就反过来还指责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是那个孩子在车厢里大吵大闹，就大家都觉得挺烦躁，而且我觉得我说的话也不过分，我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儿，我只知道他离我很远，所以我就大声喊了一句：“能不能管管自己的孩子？”啊，从那个时候发现他脾气比较暴，是吧？不是，是我觉得他回避问题。哦，你希望他站出来喊？他不一定要站起来喊，就起码要站起来理论、讲理，什么都可以，但不能是逃避问题，不主动去解决问题。啊。你觉得是他需要跟那个孩子的母亲沟通一下就对了，是吗？对，他要改变他的沟通模式，
因为之前这种事情就经常发生。行我有一次就练车的时候也是，啊就其他人就总是插队啊，然后就想去跟人家说一下，要么就按顺序来，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呀，算了吧，算了吧，人家要练就先练，就他总是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因为咱俩那天不也没什么事儿嘛，而且前面练车那几个人岁数都挺大的，他们就学的也慢，而且你这么年轻聪明，肯定比他们要强。我就想的是，让他们多练一次也没关系吧，最后不也是过了吗？结果不也挺好的吗？大家都一样练车，我去练车绝对就是因为我不会开车，那肯定大家都要公平公正的练，不对吗？做事方式让我比较接受不了。还有就是他解决不好我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就在外面租房子住，因为家里的原因，他妈妈就打电话就说啊，一个女大学生为什么要在外边租房子住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我这么多年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质疑，然后他也不会主动去跟他妈妈解释。他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其实他是挺关心你的，他就觉得一个大学生吧，就是有寝室不住，为什么你还要勤工俭学，然后还要供着自己的房租，然后自己还要住，那多不安全呀！其实他是关心你。我在之后打的几次电话中，都有跟我妈妈说这些情况。这不都说了吗？但就是那种慢慢的渗透，他跟他身边的朋友解决方式都这样，就包括喜欢他唱歌的女生，然后他们之间也是，不懂得拒绝，也不懂得避免。这恐怕是重点吧？那就聊聊这重点吧，姑娘。无论他出去，唱歌啊、演出啊、比赛啊之类，只要有女孩子就跟他要联系方式，他一定都会给。不，你等一下啊，我从来没有主动加他们，都是他们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过来加我，然后我不太好意思拒绝。那你说他一个人过来，那当面拒绝他得多尴尬呀？我回来之后，我看到他加我的那个消息，我都没点同意，这个你不是知道吗？我手机每次都给你看，而且没有密码，对不对？你觉得是那些女孩子尴尬重要，还是我尴尬重要？那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女朋友，在你身边，我就在你身边，其他女生跟你要微信，你毫不犹豫就给了，那别人怎么看我？我心里什么想法？我已经把手机都给你看了，那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如果我真的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为什么不跟他们聊，然后把聊天记录删掉？你就是想的太多了。所以啊，你把手机给我看了，我也看到了，你有主动给你其他的女粉丝评论，直播上，然后就一个女孩子就在底下一直说评论，就说，哎呀，我好喜欢你啊，觉得你本人好好看啊，上次在电影院看到你穿的那件衣服我也好喜欢，买了一样的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跟他说，我现在在跑步机上边跑步边看你直播。结果他下了直播就去人家朋友圈底下评论说让人家好好跑步，注意安全。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他，我当时在直播的时候我唱歌边弹琴，我根本没注意别人发的是什么，而且我没有特意跑到那个人朋友圈去看，他那是我碰巧刷到了而已，我就看到一个跑步机在那，然后就随便评论一个而已嘛，你就真的你担心顾虑的太多了。就在你的希望里，你希望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是跟他的粉丝有很多真正喜欢他唱歌的粉丝，就真正支持他的，也跟我关系很好。然后我也收到过他们的礼物和祝福，就是我跟他们也是朋友的关系，我也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啊。但是有些人他就目的不单纯，所以我就觉得有的人就应该避免。就是在你这儿其实是分类的，是吧？对，就是目的单纯的可以加，目的不单纯的不可以加。对，那你是怎么在第一面的时候就判断出来单纯和不单纯呢？就是即使你分辨不出来，那我目的不单纯，我加了你的微信，那我给你发一下暧昧的短信，你就可以直截了当告诉他，就我有女朋友了，你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你说他们来加我也不一定是为了要当我女朋友啊，就可能就是喜欢听我唱歌，想要平时多关注一下我的动态而已。那我觉得加了也没什么理由，更何况我没加呢，对吧？而且加了之后他给我发消息，我不回多没礼貌啊，就回了一个简单的微笑的表情而已。所以挺有意思的，所谓的这个处理事情不当说的这个回避，你把那个面皮剥开之后，发现呢，真实的是在这儿，是跟异性的问题的处理上有重大分歧。而且就他就是这种非常多疑的性格，我觉得我有很多事就是不敢告诉他，就包括有一次，我的手机卡坏了，就是需要给人工客服打电话，然后其实吧，这个手机卡是我的那个前女友给我办的，用她的身份证然后客服说需要提供那个身份证后6位，我就假装问我的室友，其实是问我的前女友然后他可能就发现有什么端倪了，就问我到底是不是室友，我就说其实是前女友，然后他就一下子就
哭出来了，然后就觉得我又骗他，又隐瞒他，又可能要回去找前女友什么的，我就觉得其实是不敢告诉他，就是善意的谎言而已嘛。我是觉得这种事情你跟我实话实说是可以的，因为你跟你前女友是以前的事情，那你以前的事情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可以帮助你去解决。那你当着我的面给你前女友打电话，你说我现在需要你个身份证号码，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或者你主动去找他，让他帮忙都可以。但你背着我就觉得撒谎。之前他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可能是一个唱歌比赛之类的，结果他就说回来的时间就晚跟我说了1个星期，这1星期跟朋友出去玩了，然后是我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要不然你已经去南方了，你就也去周边城市也感受感受其他地方唱歌的氛围和就是多学点东西。他就已经在其他城市了，就当时是在成都参加一个活动嘛，然后当时在成都的时候，他就每天给我打电话说好想我，让我早点回去。其实我是有私心，我想来之前我就想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再去别的城市再转转，但是他这么一说，我就不太敢。那几个朋友就给我出了个主意，就说咱们。所以你是觉得他撒谎了，对吧？我觉得他还是在回避问题，他不主动跟我说他想去做什么。好，现在听明白了啊。女生强调的是说你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问题，叫回避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心里面那段情感还不是那么有把握啊。我是这么看啊。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对，毕业就要找工作了。他爸爸妈妈都在南方，然后他就肯定是要去南方的。那我其实也想去南方，但是我家里人就是不是很放心我一个人去南方，觉得我一个女生去打拼太辛苦了，也不太安全，就是不太放心。就面临异地吗？他觉得我要是不跟他去南方，可能我们2个就分手了。不，主要是，哎呀，他家里人我一次都没有见过，他从来也不跟我提起过想把我带到家里去。你像我每次给我妈妈打电话，她都在旁边，然后我也跟我妈妈说我们2个现在挺好的。像他就几乎就没有让我有机会出现在他们家长的面前。不是，我不带他见家长，是因为我家里人就是可能姥姥年纪比较大了，然后那个姥姥从小把我带到大的，但姥姥是不喜欢唱歌这个职业的。不论你是以他为主职业还是爱好，他都觉得接触的女生太多呢，追求梦想的男生都比较不稳定。但如果我们2个之间的问题还不能解决，那我领他回去见了我姥姥之后，最后我们2个分手了，那我姥姥就会行。但是你领我去见见你姥姥啊，我跟她说一下，然后你让她看看我，咱俩马上去南方是找工作呀，我去南方也不是为了唱歌。这样的话，我当面跟姥姥说清楚，她不就理解了吗？不就愿意让你跟着我一起走了吗？等，你不是为了唱歌啊？对啊，我去已经找工作了，你准备放弃唱歌了是吧？还会唱歌只是我的一个爱好，就是平时在家里唱唱，或者去酒吧驻唱都可以。不是主业是吧？对，已经兼职，找好了工作，已经面试完了。你会去南方吗？不会，我家里人不放心。行，那你就自己去吧，小伙子。就是爱情，如果它久长的话，或者它有持续力的话，其实并不在于2个人是不是非要在一起嘛，考验一下。我就觉得2个人明明可以一起去南方，为什么明明就去不了？怎么？其实现在说白了就是，如果你不按照女生给你提出的要求来办的话，就是达到她心里的想法的话，你每一步她都认为你不对。但我就觉得我做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就是问题的矛盾点。你觉得你没错，他认为你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怎么往下走呢？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好，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王红优，他喜欢唱歌，而且当时你也是因为他唱歌你喜欢上他的，那么他肯定有很多的小迷妹，很多的女粉丝，这是必然的。你也认为有女孩子喜欢他，你也感到蛮荣耀的，对的。关键是他的态度。如果说有女孩子明白无误的向你表白，喜欢你，追求你，你会怎么说？我就说我有女朋友了呀。对，这句话是在这个时候说的。你刚才有女孩子去加他微信，你就让他说我是有女朋友的。如果我换了那个女孩，你神经病！我又不是喜欢你，
我喜欢你的歌，当然我对你有好感，我又没有向你表达，你让他情何以堪啊？他刚才说了，如果有女孩子明白无误地表达爱意，他说这句话是必须说的，这就是一种坦荡，一种诚实。另外，他有业余爱好，可能以后喜欢他的女孩会更多。只要他自己有一个准则，心中有你，这一点我想就是安全感。你这样的一种自己感觉有这么多的女孩子喜欢他，你心中就没有安全感。我认为更多的是没有自信。我看得出这个男生非常喜欢你，所以女孩自己给自己一点自信。好，谢谢波红兄。来，苏老师。刚才这个姑娘一直在讲说她是回避型人格，是吧？做任何事情都是回避。其实我没觉得她是回避，她只不过是没有按照你的意愿去执行。其实你再想想，如果你的意愿是她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她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是不是你就觉得她是在逃避矛盾？那其实这个话的前提就是你认为你自己就是对的，你的所有的想法，你的所有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方向都是正确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态度。你要知道，其实我不相信他能够改成你喜欢的样子，因为他今年我看已经23岁了。我们知道，其实一个人20岁之后，他的性格啊，包括他的基本的这种人格都已经成型了。你要是说现在让一个23岁的人重新开始像0岁一样，刚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变成你要喜欢的样子，那我不知道你是得花几十年才慢慢的去积累和改变它，这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我觉得你是很难做到的，所以现在站在你对面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可能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不一定能够符合你的愿望，也不一定是你能够喜欢，但是你能接受他吗？我觉得这是你此刻站在这儿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个女人最有底气的这个操作是什么？就是把你自己的魅力经营好啊。你23岁这么漂亮，然后你有你业余的这种才华，你应该好好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光芒。其实我觉得爱人不是紧紧的拴住的，你天天就是拿把锁把他锁在屋里，他能够撬窗户把玻璃砸了逃出去。但是如果你自己足够有吸引力的话，他愿意留下来待着这儿，因为他觉得只有这个女人可以跟我相配，这个女人喜欢我，对于我来讲是我的荣耀。你要有一天变成这样，变成这样的自信，这个男人就一定不会说出现让你不开心的那些事儿。他会一天到晚研究说，哎呦，我女朋友喜欢什么呀？我得让她开心啊，我得让她满意啊，不然她明天就不爱我了。你要研究的是这些事儿，你懂吗？其实爱情是要靠心去感受的，他对你专心不专心，对你体贴不体贴，这是感受到的，而不是说天天关注他的这些直播账号，看他跟别人怎么去互动。我觉得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就少看一点，然后留足时间把自己经营得更好。当你有一天更加闪耀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男人，你就算不想留他，他都赖在你身边不想走。好，谢谢苏老师。来，曲总。其实我特别想提醒女生要注意的是，你在为人待事的时候要注意分寸感、尺度。有的时候尺度把握的不当的时候，你本来是对的，但是呢，让大家看起来你是错了。比如说，在火车上，的确可能身为孩子的父母，他没有效的或者很好的去管束住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带来了困扰，这件事情其实是你对的，但是你没有用很正确的方式去处理。再比如说，你说那个插队的那件事情，好像插队应该是破坏规则是不对的，但是男朋友说出了真相，前头几位那是老人，可能他觉得我们自己学车会很快，这个方便能不能让给别人？所以说，在你为人处事的时候，你这个尺度感把握的不好，就会适得其反了。
回到你们俩之间相处的模式，你一样，你的尺度感也把握的不好。但是原因是什么？你把一个偶像变成了对象，很有成就感吧？但同样压力也来了。为什么呢？偶像是大众的，对象是自己的。你虽然嘴上是说我希望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或者说喜欢他的小姑娘越多越好，显示了我的成就，对不对？但是呢，你是有压力的，因此你就做了尺度过分的事情，比如说要管他那个女孩的微信不能加，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说表达出对她异性的那种喜欢，对不对？你让她直接说，哎，我是有女朋友的，不合适，过当了，对吧？你误解了别人。同时呢，她在每一次的外出啊，或者是演出等等，你都会严加看管，以至于达成了一个什么效果呢？她其实自己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但是她怕让你知道，但是呢，所以呢，她就隐瞒了你。这事儿隐瞒是错的，但是背后呢，他只是为了不让你知道而已，他并没有认为自己做的错，同时呢，他也这么去做了，但是在你看来，这就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所以尺度感没有把握好，使得对方有了反弹，对不对？关键是说他并没有认错，或者说心里头没有认错，只是妥协，但这种妥协那就是一个忍让了。如果真的你们接下来感情要是这种通过忍让、包容、一味的包容来维系的话，它不可能走得很远。同样，跟自己家人以及帮助他在家人面前树立形象的这件事情，你的分寸感也掌握的适度。比如说，他其实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你们长辈对于他的误解，完全是分寸感是很合适的。但你说不，你要先把你那些问题改掉了，才可能见我的家人。那这样有点过度了，对不对？所以说，当你过分的在意的时候，你就会动作失衡了，你的动作过猛就不对了。所以说要掌握尺度，让你们感情呢是循序渐进的往前走，不要人为的制造一些障碍，好不好？每个人我们都会面临的压力，但是在压力之下，我们应该真正做到的自信，去合理的应对我们的压力，然后让我们的感情呢正常的维系，这样才是真正的发自心底的有信心，对不对？好，你要对你的感情真有信心的话，就放松一下对他的管理，好吗？千万不要试图让他都听你的话，你要多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与其他的异性之间的自由，是件幸福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要一个男人为自己守身如玉，前提是他自己愿意这么干，而且很享受这么干，非常享受对别的女性说我有女朋友，我名草有主哦，他是很高兴地说出来的，而不是总感觉背后有双眼睛盯着自己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离他远一点。那到最后就变成了神经兮兮，你也累，其实他也累。两个有自信和魅力的人，在共同的成长过程当中，有那么一点点小质疑是正常的，但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精神负担。你们俩将来还不知道怎么样，还不清楚会怎么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充分的尊重对方的行为自由、语言自由，明白吗？所以有些事情吧，这个说了也没用，没用了就不必说。与其如此，干脆保有信任，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就是现在的恋爱，我觉得特别奇怪啊，女生现在都特别愿意把男生就一下就管死，而且特别愿意改造男生。你看今天这个女生，就是以她这样的一个条件，完全不需要对情感如此之惶恐的。我现在觉得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女生对情感的惶恐，让人有点害怕了。我想，如果我找了一个女朋友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我会特别的骄傲，因为她不是别人的女朋友，是我的。你不应该骄傲吗？如果她那么优秀，这是我的男朋友，我应该很骄傲。喜欢她吗？喜欢。爱她吗？爱她。好好的去恋爱。真发现问题，赶紧走；没有问题，就这样。要允许人身上是有瑕疵的，而且我一直在说，这样一个时代，越是优秀的人，
他被诱惑的可能性越大。那个时候才是对这个人的最大考验。如果他通过了考试，他完成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品格的提高，他没有通过这个考试，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你那个时候再去做决定应该怎么办，别那么慌张。来，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吧，可能有的时候没有跟你有适当的交流，然后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也不太对，有时候也扭曲你的想法，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完全的跟你说我的想法，但是之后，我会好好改正自己的，我们有什么问题都一起说明白就好了。可能像各位老师说的，我就看你看得太紧了，抓得太死了，但是我就希望以后你能有什么话有什么想法你就跟我直接说，我们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然后最后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别老隐瞒，别撒谎。请亮灯吧。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好了，这对情侣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呢？好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女生还请看。他这人吧，就特别的死心眼，认准的事儿谁都改不了。他以前是上班的，然后刚创业1年多，刚见有一点点起色，他就想再继续开店。那万一亏了怎么办？我还想再换车啊什么的，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还有就是他这人特别懒，下班回到家之后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呢又要工作又要带小孩，什么事情都是我来做，就觉得特别的辛苦。反正我是不想跟他过。我从农村出来也不容易，现在事业刚有起色啊，我想扩大经营，有什么错？我还是不是想给他更好的生活？作为男人，肯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为自己的事业去拼搏、去努力，难道有错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赵先生，37岁，来自河南个体，有请赵先生，有请。周女士，38岁，来自辽宁电商，有请周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几年了？结婚1年多。哇，结婚1年多，有娃没？有。男娃女娃？男的。这不是正幸福的时候吗？生活当中还是挺多小矛盾的。哦。他以前吧一直在上班，然后现在刚做生意做了1年多，然后有一点点小起色，然后他就想再开一家店。然后我就不同意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俩也会经常吵架啊什么的。为啥不同意啊？因为我们在杭州物价很高，房价很贵嘛。然后你们在杭州啊？就是在杭州定居了，很多一些存款都是拿出去买房了嘛，然后就手里没有太多的活钱再去开店，好不容易挣点钱攒点钱，我还想就是说就想再换辆车啊什么的对，改善一下生活。对。你是急于在扩大经营我是规模？我是想就是说，我觉得男人还是有一点追求嘛，还是想有一些一份自己的事业嘛因为现在我是觉得我们做的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好的嘛，做儿童用品的，就是本身这个店呢做的还行然后我就想再做一家店。你想乘胜追击？对但是我觉得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也不是说你再开一个店肯定是100%挣钱啊什么的。他因为做这个生意就是完全没有时间来关心家里的事情然后就是说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我也要工作，我也要带小孩，因为他现在他父母也帮着带，因为我一个人要做工作然后再带小孩，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没有分身术然后那他呢就是说这个店完全把他身子绑在那里了，就是一点时间都没有留在家里面然后所以其实你不让他开第2家店，就觉得第1家已经这样，第2家可能就更没有时间了。对，是的，对，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因为是1家店，它成本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一点那么就说第2家店，因为这个成本就是说因为人可能会多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是想着是挣钱，我是想着，因为现在孩子还小，我是希望你多留一点时间，然后给这个家
其实大部分因为很多哈，就是我上班，因为我们店里头是有人的哈，那么就是说基本上很多你像我一个礼拜基本上也有4、5天。但是现在员工很难招，现在就是只有一个员工，然后有的时候员工要休息啊什么的，他也去顶班。还有就有段时间。就是没有员工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完全自己都是要自己一个人顶在那里的。你们俩结婚的时候，谁的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我。你呢？我还行吧，还行。男人要面子啊，跟你比差点意思啊。差挺多，房子是我买的，那个房子是我认识他之前我就买了啊。他家是农村的嘛，然后我是市里的，他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他出来上大学，然后就工作，然后也没攒下什么钱，然后我们结婚之前就是他是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手里有10几万块钱给我了，然后他家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家里什么也没有准备啊，没有什么操办，就是他也都是我们手里这点钱，就是他给我那点钱，然后就在他家那边就简单的办了一下，他父母是没有出一分钱的。明白啊，就完全是靠他自己，就是那几年工作挣那么一点点存款。那也挺棒的。哎，当时你们谈了多久恋爱啊？1年。喜欢他什么就嫁给他了？当初就是感觉他是挺实在的，挺老实的。然后那个时候像我这个年龄，我就一是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就想着差不多找个实实在在人就嫁了。你这话说的不情不愿的啊，我听着不开心。不是特别情愿，是不是特别情愿？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对我也真的挺好，挺关心的。然后，脾气挺好的，因为我性格可能有点急嘛。然后他就是性格会好一些啊，但是他有点倔。就性格脾气好，但是很倔强啊。行，对。那您看上太太什么了？当时性格就觉得是非常好的哈啊，但是结完婚之后发现性格是特别差。他总说一句话啊，哎，怎么好像结婚像这个，你不能说像照妖镜啊。这个怎么婚前和婚后差距老是这么大呢？真是啊，他总是说我一句话，我原来就是这样子，我现在还是这样子。现在这个家里面有老人跟你们一起生活吗？对，帮我带小孩，因为之前从我爸妈在这儿，因为从那个我怀孕，然后到生，他家里人都没有来看过我。好像生之后，我们家宝宝几个月了？3个多月了，他妈妈来过1次然后就是看了一下孩子，然后就走了。然后他爸一直就没有见过他，就孩子1岁多了就没见过，就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我爸妈在照顾宝宝，帮我照顾宝宝。都是，然后就是包括岳父岳母在帮你们带娃。对对对，住了1年多，对这姑爷的印象怎么样？用我们北方人说，就是又不会来事儿，然后就是性格又很梗，然后我们一家人都属于这种急性子的人，然后就特别看不惯。我是有点不同意哈，我是觉得是家人哈，因为在工作本身都很忙很累啊。我觉得回到家里，你如果还说我在家里面，我再有不是在家里面还有这么。就是我们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想一想。我觉得那太累了。因为他在外面工作，就是他如果没有营业员的时候，他是早上几点钟，8点多钟就要出门，晚上都11点多钟在那个才回家，但是没有什么时间干活，然后都是。就感觉那都是我们3口人要照顾孩子，还得照顾他那种，然后就是完全就是说的，所以他开这个店我就特别不同，因为挣的又不是很多，我觉得这个店挣的钱也就是跟工资钱差不多。这也不是很我也不是很理想。说你现在还做电商是吧？对。你挣的钱现在比他多还是少？我肯定比他多啊！家里基本上房子、车子基本上都是我来买的。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因为我是觉得基本上差不多吧，因为之前他那个还稍微好一点哈因为现在电商越来越难做嘛。那现在谁带娃？现在是他父母过来帮。公公婆婆来了。对。怎么样？跟公公婆婆关系怎么样？就是我们结婚之前，我就去过他家好像去过2次吧，就是没有怎么太多的交集，就是很少说话，因为他爸妈说话我听不懂，就是他们说那个老家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很不明白，所以我去他家也不怎么跟他父母就有沟通啊什么的，很少说话的然后就是他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在喂宝宝吃饭的时候，他爸没洗手呢，然后就去喂我儿子吃那个馒头啊什么的，就去喂。看过好多次了，我也提醒过几次，然后总是记不住。当面冲突过没有？因为这些。当面倒是没有，他说我就会跟他说。哎呀，我说你多提醒提醒他嘛，就是老年人可能记性不太好啊。我说你多提醒提醒你家人啊。我说。我觉得倒没有啊，因为这老人说，本身你说没有洗手什么的，我觉得。那是确实是没有洗手，我就为了这是我看得到的，所以我才会说。那没看得到我肯定不会说，没看见我怎么说？是不是？
哎，就是他家人跟他一样，就是很犟的。我就是说我这个事情不要这么去做。我说你那个还没洗手，或者说，喂他吃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个什么油炸的一个食品。我说小孩子不能吃这个的。我说外面的油炸的东西都不好。他爸就会说没事没事，就是我就特别生气。其实我是有点这种有不同意见哈。因为很多，你像包括我们家带孩子啊，包括他也是，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喂，就是别人一喂他就觉得这个不健康，那不健康，啊，就是说总归都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带孩子嘛，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什么东西都要控制到。我觉得那我觉得卫生很重要啊，对不对？那你说不能说手都不洗，然后就去喂我儿子吃饭，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拿手，然后掰那个馒头一块一块的去喂给他。还有就是说他父母特别惯小孩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想干嘛，想拿什么东西玩啊什么，本来那个东西是不能拿，因为它是玻璃的，对不对？拿很容易摔碎啊或者怎么样。他只要是他想要那个东西去指了，然后他父母就给他玩，就拿给他玩，就让我就太惯孩子。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吃饭，我跟他们讲，我说吃饭小孩吃饭一定要养成好习惯，让他坐在餐车里面吃，不要让他就是说。他想出来，然后他跑到哪里喂到哪里。那现在是刚学会走路，那以后稍微再大一点的话，你不是要追着他后面，屁股后面要追着他。等于公婆带娃肯定没有爸妈带娃带的。对，因为我父母是会比较，最起码他会听我的意见啊，他知道可能现在老年人带孩子可能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来问问先生啊，你觉得这个我是觉得爷爷奶奶带的更可信一些，还是姥姥姥爷带的可信一点？我觉得都差不多吧。我觉得老人都是这样子的嘛，是吧？觉得这个姥姥姥爷在的时候自己自在一点，还是自己爸妈在的时候自在一点？那肯定是自己爸妈这一块啊，自己爸妈在的时候自在一点。你娶你妻子之前，你们俩的收入谁高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能挣多少钱啊，不了解啊。行。你现在其实我们把这些事儿简单的堆叠起来，就发现，其实，在开这个店上是夫妻之间有一场更大的一个博弈战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女生好像在这个心理上是对先生有一定的这个心理优势的，对吧？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我也嫁了，是吧？然后我们家是这样，他们家是那样的。我到现在为止收入也比较高，我甚至其实可以听出来，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觉得。这个词真不好找，都结婚了是吧？你这么说有点挑拨离间的意思，是不是觉得相对于婆家来说，娘家在你们的婚事上或对你们婚姻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一些？那肯定，因为相当于我们结婚，他家1分钱没出，就是说他那点钱就是我们买那些就自己用的那些家电了那些东西。所以其实从女方来看这个角度，从目前为止对这个家庭的建设的贡献来说，我比较付出的比较多你觉得比较骄傲自豪的说，所以倒回头你就想一句就是你先生其实在2个点特别有意思你觉得太太挣钱比自己多，男人应该骄傲还是应该难过呀？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个平常心嘛。我觉得他能挣更多钱，我觉得其实也挺好嘛，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呢，就是我为什么要想开店我就想就不希望都不用我问，自己就能兜回来，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我是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男人嘛，我觉得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呀、自己的爱人做的更多，是吧？我是想因为2个人嘛都在外面，其实也很忙的。37岁是吧？对我是希望就是说能开几个店，然后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就不用老婆这么辛苦嘛，是吧？也有时间带。我跟你说这个老婆其实如果能力强，比咱挣得多，你应该特高兴，你知道吧？不用那么拔尖儿。你现在理解他为什么要开那家店了吗？他其实在他跟你的收入问题上，他非常非常介意的；他在对家庭贡献的问题上，他非常非常介意的。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吧？其实我倒不介意我没有说自卑感什么的。我没说你自卑，干嘛？你看，稍微留意一些的观众，刚才那一段，我们把这个谈话看完之后，大家心里面基本能够知道这么一个脉络了。其实现实问题就摆在这儿。女方的条件稍微好一点，男方在这个阶段的条件可能不如女方，从家庭条件还是自己的这个条件奋斗的来说不如女方，2个人结合在一起了。现在相当于男方看到了一个可以全面超越，他认为可以全面超越，甚至于让自己大转变的一个机会，对吧？对。而这个时候女方说：“
你放下这个机会，更多的应该回归到家庭生活当中来。这个男人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女人应该又从哪几个维度去思考？老师们，这是一道难题呀！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火红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我想劝你们俩的是因为你造成的。当然了，有些情绪你老是憋着，不发出来，其实也很难做到。但最关键的是，咱们能不能不要老是抱怨从前？实际上，你们在杭州有套房子这事儿，真的是很成功了。你们两人能够经营到现在这种情况，其实已经算是稳定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先把自己家庭的核心稳定起来。孩子一天天在长大，你们俩之间，其实我知道你真的是对这家付出也挺多的哈。以后呢，我会尽量多抽一点时间给家庭、给孩子。我可能脾气也不是很好，可能有的时候抱怨有点多，自己的问题也挺多的，但是我会尽量改一改。来，请亮灯。谢谢两位，请回啊，谢谢。看起来是要不要开第二家店的问题，其实核心是这个家庭主体走向和这个家庭如何抓到更好的幸福感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老师们的分析让他们有所领悟吧。回去吧，祝你们开心啊！谢谢。来，谢谢两位，请回吧。哎呀，别委屈了，多好的一老公啊！这个泪水把很多委屈就给带走了，洗刷掉了。至少在这个现场，大家读懂了他心里的那些话，他心里的一些委屈。其实家庭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总得有人多付出一些。过去也许是他，未来他多付出一些，也许就平衡了。我们就希望这家人能过得开心和快乐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我跟我老婆属于闪婚那种，现在越来越觉得价值观差异太大，夫妻矛盾严重，但又不想放弃这段婚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婚前没有时间做的功课，婚后是一定要补上的。被省略的磨合只是滞后了而已。此时的你们，其实唯一的变化只是比婚前多了一份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放下指责，包容沟通，